美国人发现中国苦练30年功夫，计划破坏美国空军的杀伤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天绍。随着中国空军作战力量的快速崛起，美国空军在未来几十年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同等级别的对手，而中美空军作战力量的对决又在很大程度上由杀伤链的强弱来决定。所谓杀伤链，指的是从目标的获取、持续跟踪和交战，需要指挥控制平台、侦察机、卫星、预警机、数据链、战斗机、空空导弹和地面部队共同构成。美国军方人士表示，中国人苦心准备了30年，就是为了破坏美国空军的杀伤链。当然，美国空军也想破坏中国空军的杀伤链。双方的竞争会围绕着各个作战环节来展开。在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所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上，美国专家和空军退役高级将领达成了共识，包括美国空军前副参谋长约瑟夫·瓜斯特拉中将、第57联队的准将理查德·古德曼等重量级人物。美国人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是在摧毁、欺骗或混淆这种信息收集、决策架构和网络，而不是仅仅摧毁敌军。中国人在仔细研究了美军作战风格30年后，得出的结论是，着眼于击中杀伤链中的每个关键元素，从而使整个系统瘫痪。中国军队还可以通过电子战的方式攻击美军的杀伤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干扰连接几乎所有美军空中和地面装备的林克16数据链路，阻止这种信息在不同系统之间流动，就足以破坏准备向中国目标开火的杀伤链。另外，中国还在研究如何干掉美军落后的E3预警机，从而迫使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战斗机陷入被动，从而减缓美军行动的节奏和杀伤链的速度。另一方面，中国还在打造自己独特的杀伤链优势，比如解放军已经使用无侦8高速战略无人侦察机，朝着加强其自身的杀伤链的方向前进。中国空军使用快速飞行的高空无人机来标定敌方位置，以补充现有的杀伤链，并帮助其他单位形成反舰突袭。中国还有一整套攻击美军预警机的战术，包括研制一种超远距的空空导弹。中国的空警500甚至还能够引导空空导弹打击远程目标。美国空军的威尔斯·巴赫将军曾经公开表示，对打断中国空军的杀伤链感兴趣。那么，美军有什么办法来应对中国空军的挑战呢？据报道，其一是装备大量的 B-21隐身轰炸机和 F-35隐身战斗机，利用其隐身性能和情报能力，避免被中国军队的电子战装备所干扰。第二，尽快装备E7预警机，尽管装备的时间可能要延迟到2027年以后，而且即使是装备了，还会比中国的空警500要落后。第三，研制 AIM-260远距空空导弹以及红外制导的超视距空空导弹等等，以便对中国的隐身战斗机和预警机也构成威胁。总体而言，中美两军的较量在未来几十年都可能围绕杀伤链的各个环节展开。预警机、战斗机和空空导弹性能的提升，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谁更有优势。美国空军由于几十年都没有面对中国这样的强大对手了，所以当前在几乎每一个环节上都处于劣势。如果再考虑到中国还有无侦8这样的高速态势感知神器，霹雳17这样的预警机杀手，还有歼16D这样的先进电战飞机，美国空军要补的短板还非常多。这还不考虑美军在与中国发生空中作战时所面临的地理战略短板。所以美国人可能会想着与中国展开竞争，也可以直接躺平，因为中国空军装备的发展不会在原地等着美国空军。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对美军而言可能就是一个死结。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